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正在进行环太平洋的军演哦，要一路进行到8月1号。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会有一些反制的动作。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哦，这个是毛泽东的战略名言。那现在北约的峰会前夕，中国大陆跟白俄就进行了联合军演，选在哪？波兰的家门口啊，北约成员国嘛，这个波兰在你的家门口，而且距离乌克兰不到50公里之处哦，在这边进行联合的这个军演，在布雷斯特来这个演习当中，那所以北韩也传出了派了这个军事训练合作的使节，也到了俄罗斯去交流啦，跟北约较劲的意味非常的浓哦。那此外呢，其实中国大陆这一次的部队是第80集团军哦，是隶属在北部战区的陆军，那他们平常是在驻防在山东省这里。俄罗斯他们也有4艘的这个军舰已经抵达了古巴的哈瓦那，那同样也是距离美军基地不远，大概160公里处。你能够到亚太这一边来军演，难道这个中俄不能够去到这个美洲、这个北美洲或者是南美洲，甚至是在这个波兰外头也来演习一下嘛？就是礼尚往来嘛。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拜登哦，这一次好像真的是把这个北约峰会当成自己的最后一搏啊，这个强硬的态势哦，在上面来展现。那2024现在这个北约峰会在华府举行嘛，那俄乌战争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3年，北约逐渐的将这个势力扩及到欧洲和西半球以外的地区，也包含了哪里呢？就是印太这边第一岛链。日本、南韩，然后澳洲、纽西兰这些非北约的成员国的印太伙伴哦，这次也都被受邀与会。它凸显出来，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也在这个悄悄成型当中呢？说要来参与印太事务哦。那当然，我们看到拜登这一次要展现慷慨激昂，毕竟现在美选在逆风嘛，所以他就展现了强硬、超强硬的一个演说，宣布对于乌克兰军援，而且要力抗普丁。那他将连同德国、意大利还有荷兰、罗马尼亚说，未来几个月之内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有信心让乌克兰阻止普丁。现在是阻止哦，之前都是说打败哦，现在这个词好像悄悄的变化了一下。那我们看看欧洲的外交官怎么看呢？他们这样看完这个慷慨激昂的拜登开幕演说之后，他们的结论是无法想象让他再做4年。他们说不认为哦，拜登靠一场有着读稿机题词的演说就能够挽回劣势哦，甚至无法想象他能够继续升任4年美国的总统和北约领导人。对耶，美国的一些选民都很担心说，你这个状况你能够继续领导美国吗？那北约同样也很担心啊，欧洲的这些外交官看你要继续领导北约吗？同样也是表达了一些忧虑哦。CNN 甚至还讲了这一番话，很难得，因为 CNN 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他说拜登在拯救乌克兰之前，必须先在北约峰会好好表现来拯救自己啊，连 CNN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哦。他说这个拜登哦，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是俄乌战争之后支持力挺，也使他成为这个老布希以来北约最重要的领袖。但是拜登的成就也在峰会上面，因为他这个拯救自身的政治前途而进行的斗争黯然失色。大陆的外交部就说反对拿这个北约拿中国大陆当借口来扰乱地区局势。你在这边组起这个印太伙伴想要搞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哦，那当然中国大陆是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哦。你那边东进亚太来扰乱这边印太的一个状况。那拜登的确现在是一个自身难保的情形。他虽然说一直想要展现实力，要劝退那一些这个想要叫他就是不要再选的人哦。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举行了参众两院的这个党团会议前夕，他参与了国会非议小组成员们的对话，取得他们支持哦。当天有数十名的众议员跟参议员的民主党人公开表示支持拜登继续选。那有国会议员讲说，现在目前参众两院的党团大会只是证实了这个想要拉下拜登这一局已经宣告终结。他说没什么好意外的。拜登甚至还call in到电视节目去呛哦。他讲说我对党内精英感到非常失望，如果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参选，那就出来挑战我呀，来呀，还call in进去呛虾。我就很少看到有总统这样call in到电视节目去。他说还到大会来挑战我呀。那不止他这样，好像有一点气急了，急咯，那连这个吉尔也急了。他现在这个被记者问问题的时
时候啊，还有讲说，现在耳机要跟我说啥？这个现在记者就讲说，对于众院民主党人呼吁拜登退选有什么看法呢？然后吉尔很说，怎么可以对我吼叫呢？所以看起来都很急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拜登认知真的没问题吗？竟然有这样子详细的图解文件曝光啊！他讲什么呢？他说每一页上面都有告诉你说，从观众席看这样的一个字或者是说，走上讲台还有这样子空间图要让拜登知道你现在在此时是在什么时空所以常常拜登的迷航是不是也来自于这样子？他现在都小卡都不只要有文字，还要有图片了，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拜登是不是真的状况很危急啊？那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讲说，拜登团队是不是长期隐瞒衰老的迹象，让很多的金主觉得很不满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误导选民跟金主可是白宫竟然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健康报告，讲说拜登自己都承认什么？不，这是下面那一句，讲说呢，拜登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动作也很灵巧，讲的像是说他像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一样。可是问题是，拜登之前在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呢，都讲，我走路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哟，辩论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可是白宫却告诉我们另一份报告，真是怪了。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舰长，如果我们来看自由时报，自由时报是怎么样来做一个解放军到白俄罗斯去演习的这一个论述呢？他讲叫做据那个中百联合军演的地点与北约国家的波兰相接，且距离乌克兰不到50公里啊。那我请问一下，你一天到晚跟美国跟日本，然后跟菲律宾，然后又跟澳大利亚，你们的军演到底离中国的领海有多近啊？对不对？原来你演习就可以，中国跟白俄罗斯就不行。你演习就是好棒棒，人家演习就是要打仗，你不要开玩笑了，对不对？其实这一个称之为雄鹰突击2024的这个军演，最主要的是反恐。那有些人说，反恐哪有那么多恐可以反啊？对，反恐其实是最低阶的一个相互可操作性的一个演练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拿这一个当作进入的一个方法。美国不是也是这样吗？美国跟菲律宾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你不要拿这个来质疑别人。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北约峰会的部分北约峰会拜登说记住，北约的本质是民主，而且永远如此他说这个时刻需要我们的团结力量，他又把所有的国家绑在一起了。我想请问一下，今天乌克兰之所以变成这样，不就是你美国干的好事吗？不就是你美国策动北约不断的东扩，然后让着缓冲区不在，形成了战略断层线，才会让俄罗斯出兵，不是就是这样吗？那今天已经打成这样了，打成到底是怎么样？这一个美国白宫的前顾问讲说，乌克兰死亡的60万，受伤了40万，也意思就是死伤100万死伤100万是多大的一个数量你把它认为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吗？你有没有一点良心那而且现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帮就是即将上来的川普买保险。川普讲得很清楚你只要你的军费到达不了 GDP 的3%，出了事情你自我了断。这一种交易式的孤立主义，大家准备好了？好，来请教吴老师。其实美选第4辩论，拜登不断的想要说明，就是美国还是要多边主义，用民主然后来一起对抗所谓的普丁入侵乌克兰。那当然，川普他一个论调就是我在位的时候都没有打仗，对，你在位都打仗，而且打了好几个。那当然，拜登必须要说服他的选民。其实他现在是借用这个北约峰会在华府的时候，做一个与其讲大外宣，不如大内宣，告诉自己的选民说，我还有能力，不但选上，还可以执政4年，还可以帮助乌克兰打赢胜仗。所以这一次我们看他在北约的演讲，非常的感觉
用了很多力气啊，用了很多，在他之前在很多竞选场合一样，想要证明自己健康没有问题，率领北约盟国没有问题。那当然这一次也有人说，这一次是美国率领荷兰、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给了乌克兰的战斗大礼包啦哈。包括意大利梅洛尼也宣布要给乌克兰防空系统，叫 SMPT 的防空系统，这个是法国跟意大利一起合作研发，可以来对抗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来帮助乌克兰避免导弹的攻击。我们知道前阵子有一个儿童医院被打到了，死伤惨重。那当然接下来美国、荷兰、德国还有罗马尼亚还有意大利也要再提供包括爱国者飞弹还有 Hawks 等防空系统来帮助乌克兰。好，那当然这个大礼包不断的给乌克兰，就是要帮助乌克兰来打这个仗。那可见，川普他讲的没错啦。你看每次泽伦斯基一来，就拿了好几百万走了，拿了600亿走了哈。那如果川普说他当选，立刻结束这个战争，而且呢，北约盟国你们该缴的钱都要缴。他还讲了什么？你看我当初叫他们北约盟国缴钱，他们都缴了，就是你拜登叫他们不要缴钱，他们都不缴啊。所以很明确的可以看出来，川普这种交易式的人格。非常的明确，他打在拜登打在他的痛处上面。那拜登当然也要赶快反击，因为他如果不反击，他等于是就地认输了嘛。所以他现在就代表了说，在北约上面，他还是要坚持他这个所谓我们的轴服式体系 （hub and spoke）， 继续来支持这个乌克兰。对。那当然我们要看这个，除了这个北约之外，共和党在最近他也开了一个也准备好了，他们在7月15到18要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那当然川普应该顺利的会成为他们这个总统候选人之外。他们也起草了党纲其中这个党纲是川普2.0大家说川普2.0有经贸策略，当然他把里面最重要的又是把中国拿出来，把中国当对手，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要禁止中国在美国买房地产，还要尽量避免买中国的电动车。而最重要的是他在里面没提到台湾，这很少见，这过去人家说40年来共和党的党章里面没有出现台湾，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说。川普接下来对于台湾，他到底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好，来请教永平姐。拜登现在真的是陷入一个他算是很大的困境了哈。只是说呢，他面对困境跟他自己，你知道人到老，尤其是失智的状况其实是蛮没有病识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处理拜登总统的问题呢很麻烦。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病识感，因为我母亲在6、7年前就是有得过 Parkinson， 不是得过了，现在其实还是一直在吃 Parkinson 的药。那个时候他的脸跟走路的动作呢，就非常像拜登这样，脸就是常常这样子木着一张脸。然后我们那时候看他不对，就是发现说手抖得很严重，然后脸这样子有一个很木然困惑的脸，可是他没有病识感。我跟我妈说，妈，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都不高兴？你怎么都不笑？你怎么动作变那么慢？她没有感觉，她自己不觉得。然后我们就说你可能生病了，我们带你去看医生。她说没有啊，我没有病啊。她没有病识感，这个是当事人最麻烦的。好，那当事人最麻烦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媒体跟金主民主党的金主在怪罪谁呢？怪罪拜登周边的人，那这个怪罪呢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民主党能够跟 Donald Trump 共和党的川普抗衡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川普是一个骗子，你是一个 liar 你随便讲话，你没有尊重民主精神，你什么都用欺骗的你讲任何事情，譬如说他新冠肺炎处理的一团糟，就他在辩论上说我做的多好又多好，就是每天自我吹嘘。那民主党的人最痛恨川普的就是他是一个 big liar 大说谎家结果呢，今天核心的你要比人格的特质民主党的拜登是一个诚实的、资深的、稳健的，能够把美国带向正轨的领导人呢，结果就出现了他的团队可能说了最大的谎，而且这个谎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跟资料显示呢，它不是今年，不是辩论会6月27号的问题，是已经连续了好几年。现在丢出它好多旧的部分，因为之前那个民主党的测试跟团队都想办法去
压住媒体，甚至呢，他们也跟台湾的论述一样，当初有一些对拜登不利的影片流出来，他们马上就指控他是深伪影片，说他是伪造的。结果现在这些被揭发了以后，所以才会整个把拜登的正当性全部翻掉。那一再翻掉的时候，现在碰到北约了75周年，他在讲说我是一个北约多重要的领袖，没有用啊。大家不相信他了，因为大家不相信他还有4年。然后你迎来的一个川普，他是疑欧派的人，他是讨厌北约的人，他甚至曾经威胁扬言要退出北约。你想想看，这种时候的北约峰会，你话讲得再好听，会有用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因为现在波音在这1、2天又有非常多这样子拉差的消息哦，掉漆的消息。波音737在今天比较稍早之前传出一个事故，就维修人员忘记拿工具折返，结果没想到被引擎给吸进去，当场惨死哦！怎么会发生这种可怕的情况？那连这个韩国的真航空波音737飞越南的时候都出现了机体异常，所以后来深夜是紧急迫降到了我们的桃园机场哦，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听到波音的事情，已经都是在亚洲都已经陆续有这样子波音的这种事故传出了。那再来这个4个月内有2次哦，联航的波音客机起飞之后轮子就脱落了，所以现在联邦这个航空总署他们现在介入调查，就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子一起飞之后轮子就这样掉落？所幸呢，这个飞机还是能够正常的飞行，没有波及到其他的飞机。这是在洛杉矶机场发生的一个状况。那美国的当局就说要求要赶快来查一下波音，好像它的旗下有2600架的737客机指定的这种乘客氧气面罩在紧急的情况下竟然失效，它怎么会没有维护到这边呢？波音怎么会这个已经层出不穷了？你想象得到的轮子也好，门也好，然后连氧气罩也好，然后甚至连引擎也好，怎么通通都会出状况，让大家对于这个波音真的是已经完全好像这个没有任何的信任。因此交出来的成绩单名誉扫地之后，6月份只卖出了3架客机。本月份宣布6月只有卖出这个3架客机那它总共是卖了14架，其中的11架呢其实都是货机。那3架里面还包含了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飞行途中整个舱门掉出去的客机，要给人家再1架嘛，所以要替换掉。那另外2架他说不能透露是卖给谁，可能一般买家现在都不好意思讲说买了波音可能买了波音，甚至会被人家想说对你这个品牌不信任。那我们对比一下美国波音曾经是像是跟美国齐名的这样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门面那怎么会这样子一直突袭？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美国的制造业的一个衰败呢？那对比比亚迪却是现在美国积极要打击全球围堵的一个品牌。那比亚迪现在采取的是一个跳板模式，美国你在赌也拉着欧洲一起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它就靠着一个跳板模式先进去到了匈牙利跟土耳其来打入欧洲市场。那现在因为要避这个欧盟的关税，所以它在土耳其设厂了，投资了10亿美元，年产15万辆的电动车的工厂，预计在2026来投产。那这个土耳其跟欧盟因为签订了关税同盟的协议此举将会有助于比亚迪的汽车就是规避欧盟加征的反补贴关税。这是去年在匈牙利建了第1座电动车生产工厂之后呢，就第2个在这个土耳其来盖的一个新工厂，要增强进入到欧洲市场的能力。那再来我们看到打进东协也是积极的，在这个泰国这边也开设了一家新的电动车工厂，投资总额是14.4亿美元。那未来呢，将会是这种软件式的电动车，还有插
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来吸引这个消费者，因此呢，日本的汽车厂现在已经开始面临到恐怕也要失去中国大陆以外市场的风险了。那这个泰国工厂也被誉为是东协的生产中心。王传福甚至讲说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中国的技术带进泰国。那再来看一下另一个布局的地方，这个是在南美洲。南美洲至关重要，除了它自己本身的市场也在崛起之外，它还有可以打进美国的一个功效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比亚迪现在呢，它到了秘鲁这边要来进行这个汽车配置厂之外呢，其实还包含了巴西，同样也是它积极在投资的一个生产地哦。那未来能够进军到美国，或者是用墨西哥再进军美国，所以它已经也到了这个美国的附近，开始来导向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那在墨西哥这边建厂进军美国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是要把这个位于深圳的汽车公司然后逐渐的搬到这个墨西哥这边来，考虑从这边来进军到美国市场，来跻身这个全球最大电动车这个销售商之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吴老师怎么看呢？波音这个公司其实它组织很复杂，而且它历史那么久了，那组织大久了之后，里面一定有很多杂病丛生啦，腐朽的事情。那当然，过去一直为人诟病就是波音他们高层的薪水很高，但是它底层的员工分配不均。对，不仅波音啦，美国的几家航空公司都是这样子。那当然，它还有出现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前阵子我们知道，有一个是负责波音737 MAX 的一个品质经理，叫做 John Barnett， 他在南卡的他们的 North Charleston 的工厂做了很久了。但是他跟 BBC 举报说，这个波音为了要快速生产，然后让员工装的那个品质质量没有做好，所以737 MAX 有问题，他就后来离奇死亡。对这个事情大家吹哨者，这个吹哨者闹得很大，所以其实波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他公司内部文化到他整个形象到美国的形象，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要很快的去改变，我觉得很难啦，这是一个。那当然，这个比亚迪呢，是继之而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我们讲电动车的这个厂商它也代表中国在电动车能源、电池，特别是锂电池的这个制造上面，它是个大跃进。那我们知道说，前阵子这个匈牙利总统奥班来然后他跟见了习近平，为什么？因为匈牙利是这个比亚迪在匈牙利有盖厂，而且呢，这个中国在2023年呢是匈牙利最大的投资国已经到达了大概欧元的107亿欧元的这个投资。那我们知道说，匈牙利跟中国这两个国家在贸易上往来非常好，而且匈牙利特别在我们知道他在2010年他设定一个叫向东走的战略他认为说，与其跟这个欧盟这个勾底了不如就是向东走更有赚头。简单说，他目标是中国大陆的市场。那当然配合上中国大陆2013年的一带一路，这两边就碰在一起。对，中国大陆视匈牙利为进入欧亚板块、欧盟的一个大的跳板。所以中国跟匈牙利在这个后来的合作上是非常的紧密那当然，奥班他也展现出一个他跟这个欧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第一个就是匈牙利他们有个个性，他们在外交政策上面，他们不喜欢跟人家一样。我以前跟观众分享过，前阵子这个匈牙利的他们的代表处的代表来我们西藏演讲，他的代表就是匈牙利大使、驻台大使，是我们西藏毕业的学生。对，他讲说，匈牙利的个性就是我不想跟你一样，所以当所有国家都在反中的时候，奥班没有，他说我要跟中国做更多的生意。当大家都说我们要帮助乌克兰的时候，匈牙利就开始采取模糊的政策。所以奥班其实在这个所谓这个欧盟领导人里面，他是个头痛的人物，但是他有他的想法所以他在这一次来到这个中国大陆，也签了战略合作协定，并且做了很多我们讲的这个商业上的往来。而且中国不仅仅投资在这个电动车产业锂电池在匈牙利，他们还有锂电能电能产业在匈牙利投资。所以未来这个中国跟匈牙利的这个双边的合作会非常的深入交流。简单讲就是，当意大利不要一带一路，当捷克不要一带一路，匈牙利说你们不要，我都要。好，来问一下店长。我们现在讲到的也就是比亚迪到泰国去设厂，那他到底投资了多少钱呢？一共投资了468亿的新台币那投资这么多钱，王传福到底也就是比亚迪的老板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讲得很清楚，也就是泰国拥有电动汽车的一个愿景，而且他正在准备进入
这一个汽车制造的新时代。那他这么讲呢，而且其实泰国是有一个明确的思维的，他是想要利用比亚迪，让泰国成为这个东协的一个生产中心，这个想法就很远大了。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在泰国的这个日本汽车的产况啊，不讲别的，就讲本田。本田汽车呢，在2019年，它在泰国每一年大概出售22万8千辆车，可是呢之后一路下滑到15万辆，去年更惨，去年也就是10万辆，也就是对砍再对砍，一直就是起不来。所以为什么本田它需要将部分的厂房收回，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至于说比亚迪为什么要到墨西哥它去设厂，这个利用了很聪明啊，利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在墨西哥制造，然后以墨西哥制造全车进口到美国去，它也只能够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它克不了100%。或者是300%的税，它都克不到。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我们刚刚讲到了泰国，泰国是有什么？有丰沛的劳动力。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国家没讲，印尼。印尼它自己产铝，它自己产镍，其实这都是电池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那而且它要求原矿不得出口，必须要在印尼本土成为了那个半成品，甚至成品成为一个电池之后，你才可以出口。这个也就是因为它的要素条件，所以它这样决定。那泰国呢？它另外它有成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东协的一个野望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国家来讨论这些竞争力，要有一点想法。不要每一天只想着台积电，现在台积电已经变成美积电、日积电、德积电，总有一天我们从台积电上面赚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外汇。好，来请教永平姐。这个比亚迪大家现在看到它的这个全球布局呢，主要针对欧洲它有突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匈牙利跟现在的新加入的土耳其。那么另外呢，拉丁美洲也是它重点的一个目标譬如说有秘鲁、巴西在布局。那另外当然这个亚洲东南亚东协的国家里面，现在有泰国那刚才小舰长也讲了，可能还有印尼。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呢，包含他在墨西哥大量的投资，他其实整个布局的真正要点就是准备对抗美国的所引导的高关税主义。那这个高关税呢，不会只有美国，因为美国有很多盟友他会用安全的这个压力跟交易呢，逼他的盟友跟他在经济上采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对他来讲，他要围堵这个高关税呢，他就要想尽办法。譬如说，他在东南亚、东协，他们还是有 RCEP。所以它能不能在区域呢仍然维持是没有关税？好，这是中国跟 RCEP。那另外呢，他在墨西哥确实像刚才小舰长已经提到，他想要去堵川普。川普呢，每一个都会增加关税，他可能是全面性的，连台湾都不能幸免。都可能要抽10%，他现在是这样说的。然后中国大陆的所有产品，不是只有电动车，他要抽60%。那电动车因为已经被 Biden 呢，已经把它提升到100%了，所以看是维持在100%还是会更高。可是他们大家都在赌说，川普可能唯一不会停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美墨加墨西哥跟加拿大。问题是，墨西哥的电动车部分呢，川普已经明讲了所以你就算在墨西哥生产呢，我还是要课你关税，因为他就是要课关税，他就举起反中的大旗。但是反正比亚迪到处布局呢，我这边赚的少，我其他赚的多，或许我可以补回来我想他主要是这样。欢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赖清德首次这样子穿着军服在录影的时候出现了全套的这个迷彩装，然后还穿着这个军靴哦，这样出现在这个国军的这样的场合，说是要来这个祈勉国军哦，要发挥不对称的战力，以少胜多。他说案例非常的多，他去到了这个台中清泉岗的基地来试导哦，然后呢也是这个为这些准备汉光演习的国军加油打气。他说历史上呢，以少胜多的案例比比皆是，能以崭新思维赢过守旧敌人的经验更是不计其数啊！结果网友就说：“那说一个来听听，是哪一个以少胜多？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结果他没有，他只是说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他说有就有。要接受洗涤。好，那再来这个辜立雄说呢，他们现在这个放在公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要预囤这些弹药嘛。那我们在那边讲半天日内瓦公约，他不理，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军采取守势哦，然后到了战时就难分前后了，所以到了战时哦，就是全部都是战场，没有分公庙或非公庙了，所以他不适用日内瓦公约，谁管你公不公庙？他说现在呢，反正就是不论是囤粮或者弹料这些物资的预囤都很重要，所以国防部会进行遵守国内法跟国际法的规范。在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突然不讲国际，我们昨天才在讲说，我们的空军在广播的时候要中英文，这是一种国际化。这时候突然讲说我们要遵守国内法，就不理人家日内瓦条约了，管你的，我只管我国内法，而且我说到时候战时就没有分公不公庙了。这时候突然不讲国际的这个公约了哟，这也是蛮厉害的一个做法。我不管你就是了。那再来。国军这个新步枪要改用6.8公里的弹药，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王定宇跟这个顾立雄在这个立院的时候提到，美军跟解放军都使用这个6.8公里的子弹，国军是要跟进美军使用6.8公里的这个弹药吗？还是要继续维持使用5.56公里的弹药？那顾立雄讲说，6.8公里的这个步枪研发会在今年开始进行113年会完成研制跟这个交军测评，也就是说呢，我们弹药跟着美军，美国就会来拯救台湾。可是他讲说解放军也是这么用所以是不是到时候解放军也会用呢？那这个他就没有说明清楚，但是反正我们只要片面知道说这就是美国就会来救我们，爸爸会来救我们了。那再来，现在汉光演习即将登场，40号这个汉光40号那要验证去中心化业战跟这个交战规则，所以他们现在发给一些参演的官兵一些规则小卡，这很重要因为这个小卡里面有写一些注意事项。他说呢，因为国防部先前宣示将依照解放军有可能攻台的一些行动发想这些交战规则和国际法列为重点，那所以呢，官兵们要随身携带，在武装冲突当中必须要遵守人道的规则。那首先呢，禁止攻击平民跟民用物品然后禁止无差别攻击，禁止伤害已经失去作战能力或是已经投降的战斗人员，禁止对医疗设施设备或是运输进行一些攻击或破坏，还有呢禁止攻击破坏对于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还有大自然的一些什么大范围长期严重的破坏，掠夺平民财产或者是发现我军跟敌军有违反武装冲突的这些行为要立刻回报。就是在强调说开战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以及开战后哪些人哪些组织是不能够使用武器，这2大原则，还有哪些人是国军该保护的人家就想到说，其实以色列他们有启用了一个汉尼拔指令，就是说呢，军方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防止军民被俘。也就是说呢，如果一旦发现我可能救不了你，我怕你变成人质的话，是可以击杀这个可能会这个被俘的一些平民所以这个让大家看完也很可怕，就是说我怕你变成敌军的一个人质，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击杀就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小卡会不会也参考这些东西，让大家有点嘎嘎的。那再来这个山东舰也有一些新的动作了。这个
美国呢，他们有一个讲法，巴龙周刊他讲说，大陆可能会趁着美国大选混乱的时候，来攻台，那这个可能会暗杀赖清德，或者是轰炸台湾，可能会夺取金门啊、马祖啊，或者网攻瘫痪台湾基础建设，甚至无预警对于台湾发动攻击性的这种攻击决定性的攻击甚至是不是会暗杀赖清德啊，或是轰炸台湾？那我们的汉光演习即将登场结果这个山东号大陆的航母出现在巴士海峡，就是台湾东部的这个菲律宾海。那辜立雄告诉我们说，不是巴士海峡，是巴林塘海峡。我们讲说巴林塘海峡，巴士海峡，因为我们通常听到巴士海峡嘛，那它其实巴士海峡跟巴林塘海峡就是差一点点就巴士海峡比较上面一点点，巴林塘海峡下面一点点，但其实距离蛮近的。但他告诉你说，国军充分掌握，而且是比较远一点点的那个巴林塘海峡。这反正他就是要给你一些我们现在还没那么危险的一个讯号啦。那再来大陆的第一岛链，现在南北布局俄罗斯的媒体讲说，现在俄罗斯的护卫舰跟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舰都在菲律宾这边联合这个海上演练太平洋舰队的完美号护卫舰以及解放军的海军军舰的一个特遣舰队在菲律宾这边进行了一次联合的海军巡逻，然后还检查了一艘可疑的船只。那可疑的船只并没有详述那可能是菲律宾吗？就现在大家在猜测说，这个可疑的船只搞不好是菲律宾的船只然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总共4艘的这个海军舰队经过了大隅海峡，一起驶向了太平洋。日本的防务省呢，他们这边也有发现到说，有这样的一些动静，所以呢，他们说，这是经过了鹿儿岛县附近的大隅海峡，朝着太平洋联合航行根据防卫省称，这个是继去年第4次发现中俄舰艇在日本周遭的联合航行之后，又一次这个中俄的联合的军事动作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永平姐怎么看这个赖清德讲我们要发挥不对称战力，但是他说以少胜多案例很多却没有说是哪一个。以少胜多的案例怎么样我想我旁边有军事专家小舰长，还有外交专家我们的这个吴老师到时候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我个人呢比较对这一段的讨论题目，我最有意见的就是在公庙屯弹药这件事。因为呢，日内瓦公约它其实是一个很早就订定的国际公约，它1864年就开始了。那现在的比较完整的日内瓦公约的版本呢，其实是在1949年，就是2次世界大战结束呢，最新修订的。那它主要有4部公约前3部呢讲的都是这个战争受伤的人就是受伤军人的怎么样的人道处置以及战俘的问题。那第4个公约呢，第4部呢，就是关于战争时保护平民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这个日内瓦公约。它里面就在讲什么？其实就是在现在大家在世界上为什么那么觉得以色列这么过分，他已经违反了国际公约，甚至违反战争法呢，甚至去这个法院都要去通缉纳坦雅胡等人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去炸医院，对，炸一些平民设施。所以呢，这个第4个国际人道法的这个第4部公约里面，它其实就有规范很明确一些这个平民的设施住宅。那它其实最重要就是医疗跟宗教，因为宗教在人医疗伤患的时候，它还要有抚慰人心。而且呢，其实从我们这样的文化脉络来讲，我们的那个庙的存在，还有庙庭的设计，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战事，它很可能会变成是临时的野战医院。所以你在这种地方囤弹药，你简直是莫名其妙嘛！你不就是这次以色列为什么胆敢去直接炸医院？他就说哈马斯躲在里面啊。那今天我们已经把弹药直接放在公庙了，你连借口都不用找了，就说那个就是准军事设施，因为弹药在里面。那做这个决策的人顾立雄，你就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你自己还不知道吗？好，那为什么这次又会有这个
弹药要囤庙的事情，那就来到了这次汉光演习40的一个新的模式啊。其实海空的部分可能还是比较维持旧的形态，但是这次比较新的呢是巷战。好，就是要发那个战争守则卡，待会儿小舰长应该会谈。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要去中心指挥化，所以他要让每一个部队呢都发现说组织系统是锻炼的，他们要自己来抵抗的时候，因为要搞巷战，所以他才要把弹药囤在那个公庙。那这个虽然让美国人可能满意，但是我觉得对台湾危害非常的大。好，来请教舰长。赖清德总统说他可以讲出很多的以少胜多的案例啊。对，讲一个来听听啊。你是要讲谁呢？大卫与巨人吗？还是你要讲以色列吗？圣经的故事是以色列那个他是有美国，他是美国的爸爸。那我们呢？美国是我们的爸爸，不是很多人这样认为吗？你觉得美国会鸟我们吗？根本不鸟。所以你讲说发挥不对称战力去搞巷战，你开玩笑了。你怎么不叫你儿子回来当个兵打打看啊？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又要发什么？发交战规则小卡，你身上到底要带多少小卡？你身上要带那个禁止酒驾小卡，你身上要带防诈骗小卡，你身上要带互助组小卡，你身上要带喝水小卡，你现在又多一个那个交战准则小卡，不用防弹衣，直接带满小卡就好了，是这样吗？小舰长真的在打仗的时候，你还来得及拿卡片出来看吗？他那个就是骗自己嘛。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很恐怖吗？我看到发卡的时候，我想说，我都已经在打枪了，人家就逼到我了，我还把那个卡拿出来看看。对，那真是开玩笑。另外啊，陆军又继续在发挥，又在放大决啊，搞什么汽油桶主角链？你是不知道，拐2.6。气垫登陆艇它可以越障2.1公尺吗？你放那个有用吗？你没有用啊！你是骗敌人还是骗自己？表示我有在做事，所以不要开脑洞了。好，那我们来讲啊，有关于山东舰的问题啊。刚刚啊，那个主持人讲到我们国防部长说啊，那个国军充分掌握。我们第一个知道的来源是哪里？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他是昨天晚上的6点公布的。他公布的时候，他讲是昨天早上的7点钟就已经在那个宫古岛东南方了。那是什么时候通过？那就是更早以前通过的啊，那就是前天就通过巴士海峡。你有告诉我们吗？没有，你根本就是温水煮青蛙，盖头丸不知死活，你就是这样子搞我们，你就是不通知。当初2022年飞弹通过台北上空，是谁告诉我们？又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你国防部有讲吗？你都没讲。感谢日本大哥哥每次都戳穿国防部。没错。那我们看啊，这一次这个编队啊，我们来看其实是有点单薄的啊。那就是我们只看到055的分那个万吨驱逐舰，还有052D 的飞弹驱逐舰，还有054A， 但是还没完。我们刚刚看到的啊，其实只是一部分。如果说我们把前几天的通通兜回来，海军通通都在海上，所以你要记得兵力是要兜起来的，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前几天7月1号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是拉萨号，也就是幺洞两编队，它其实是通过了那个中古海峡。那接下来就是到了西太平洋。那我们在7月5号又看到了妖拐五编队，它又是通过了大隅海峡，到了日本列岛的东边去。现在我们现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次这一个山东舰它到底是要去哪里？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啊？这个是最近山东舰以及辽宁舰它的操演的一个位置啊，这是2022年12月。那辽宁舰的位置，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是去年4月，然后这个红色的呢是去年的9月啊。现在它的位置在这里。那如果是会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编队，就往
往北上走，也就是以前的这一些，它可能针对关岛，它可能是反介入区域拒止的那个做这种想定，那他这一次不是，那他这一次是要做什么？他这一次如果真的就跑到就是说这个山东号编队结合了所有的编队，里面还有俄罗斯的补给舰跟俄罗斯的巡防舰啊，通通在里面一起去，就中了什么？就中了之前美国的一个情报总监所讲到的，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在东亚所有的想象都要改变。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来讲，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军力已经会合了。那会合之后，你现在美国，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啊，说美国一定可以打2场以上的战争，做梦吧，梦里什么都有。好，来请教吴老师。其实这个公庙这个问题，其实一开始是前阵子民进党党部他们办了一个记者会，在说明中国对台介选与政治渗透。他们有几位学者发表了个期刊，在国际上还蛮有名的国际关系学会的一个底下的一本期刊叫 Foreign Policy Analysis。他们说其实台湾的公庙是支持国民党较多啊，不支持民进党，而且平均一间公庙可以影响900多票。对啊，他从可能比如说这个反莱猪公投啦，还有2018跟2020的选举他们都提出这个假设，没想到那个文章竟然被刊出来了。Foreign Policy Analysis在我们学界算是过去还是算蛮有名的 SSCI 的期刊，那它是国际级的期刊，那它是隶属在国际关系学会底下，那因为现在民进党他们会运用许多资源，用学者投诉到国际媒体、国际期刊或国际这个多媒体上面来进行所谓的这个宣传、大外宣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学术型，我们讲的学院型期刊里面但是那篇文章我没看过了，我觉得我应该再去拜读一下他们的假设到底怎么做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庙采样到底准不准这都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把政治跟我们的这个宗教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你是说所有的公庙他们现在有政治色彩吗？还是他们真的是遭到渗透吗？那台湾的民间信仰真的被冠上又讲我们讲的麦卡锡主义又要来了吗？老师，难道您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他们怀疑公庙有抹红，就是有被红色渗透的倾向，所以他们刻意要把公庙变成是一个军事的攻击点啊？对，他们是说你觉得可能有这样的连结啊？是这样，这样真的很恐怖。他们把这个言论先出来之后，国防部他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预演之里面，他就把公庙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甚至民间一些地域设施当做储存，说送给解放军来掌控这些，这是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是这样子。因为美国人一直希望我们有韧性，他讲我们国防有韧性，所以韧性是你必须弹药储存在不同地方，乡镇、城镇作战，甚至我们前阵在基隆也发生一个炮弹爆炸的事情。问题是那个营区过去旁边没有民宅，是因为民宅不断聚集靠近了营区。大家爆炸之后，大家讨论说，我们的炮弹如果存在城镇里面，会造成所有很大的问题。问题是现在我们要面对这种不对称作战，我们的武器要放在各个地方，公庙就变成是一个首先的这个措施。那请问，日内瓦公约里面这几个禁止对于人民文化、精神财产、历史遗物、艺术品跟礼拜场所作为对象，它应该是已经违反了。那我们后勤指挥部在这一方面必须要非常的小心现在虽然说他演习了，但是未来战争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放在里面？演习的目的就是说战争来的时候他就要这样做啊，所以这不就演习的意思吗？这是一个蛮麻烦的问题，我们还要思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马上回来。